好，绝区零趁我外出的时候偷偷摸摸关服了。也就是说，这次二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我就要来总结发言了。客观来说呢，绝区零肯定是一个好游戏，主观来说不如原神。大家好，我就是披着艾利都地理马甲的提瓦特地理。那我认为绝区零的优势呢，就在于它的建模还有画风都是全新的。这个确实给人不同的体验，尤其是角色动作和表情都很生动。那当我玩完绝区零回来以后呢，就会觉得原神和星铁真的有一点木讷。其次是它流畅的战斗感受和16+更开放的文案表达，那很多内涵的社会化的语录会让你感受到妹妹相比她的2个姐姐呢，正好处在青春的叛逆期有一种更开放、更年轻、更大胆的体验。我觉得这种精神气质上的归属感一定会成为年轻玩家选择绝区零的重要一部分然后劣势咱们展开说。二测呢存在很多细节上的问题，比如说字体比如说查看不同道具的时候没有办法快速的切换这就不多说了，毕竟这些都是好改的问题。那我觉得最核心的是游戏内容和体验的错位。我相信很多玩家在没有玩绝区零的时候，会以为它是一个酷炫的动作游戏，体验之后呢，会发现实际上战斗的可玩性并不是很高，反而是走格子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玩法。这让我觉得绝区零的走格子是核心玩法，战斗只是走累以后的调剂。所以这种错位感就一定会让冲着动作来的玩家感觉到有一些失望。然后走格子的画风比较暗黑，加上文字粗细的问题，长时间的视觉体验呢并不是很好。那么除了走格子和战斗，剧情呢一直都是米哈游的重心。那这次剧情配合角色生动的演出，确实更贴近看番剧时候的体验了，但是依然是文字问题。有语音的时候无所谓，没有语音看文字那就真的很折磨。那么除了在玩法上的问题，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比较担忧的，就是玩家对于角色的粘性对比2个姐姐，原神你看是大世界，玩家能够操作抽到的角色上天入地，战斗打怪，操作反馈的体验呢是很强的。那么玩家和角色在情感上的联系就会很强。星铁相对弱一些，因为星铁的地图除了跑图还有开箱子，没什么内容，战斗呢也更偏向挂机。到了妹妹这里，干脆只能操作哥哥或者妹妹了。那么想要体验抽到的角色，只能去副本里战斗，去副本里呢又要先走格子，这样一来角色和玩家的联系就不如他的姐姐们。我觉得这一点呢也许会成为一个雷。最后要说的就是米家祖传的这套养成系统，客观来说呢，这套系统经受过市场的考验，它无疑是成功的。那主观来说，作为一个玩过原神和星铁的玩家，还有余力再投入精力去尝试这套养成系统吗？我觉得完全不可能。对于一个玩过米家游戏的玩家来说，这套系统真的很禁欲。当然，如果是没有玩过的玩家，那么这套已经优化过、降低培养成本的养成系统呢，可能是刚刚好的。不过上面的优点和缺点呢，都是按照米哈游的游戏标准去评价的。但如果我们放眼整个游戏市场，绝区零无疑是很能打的。而且这次剧情可以跳过，地图没有什么额外的内容，玩法就是走格子加战斗，整个游戏呢还是比较轻量化的。虽然说绝区零的支线任务真的超级多，但是因为想要体验抽到的角色，就要通过任务去体验嘛，所以任务多并不是一种负担。因此我觉得绝区零对于玩家来说，尤其是已经在玩米家游戏的玩家，可以作为一个调节节奏的游戏，就是可能别的游戏玩得太久太腻了，上绝区零体验一下华丽的连招，以及相对来说尺度比较大的表达方式，那么真的就很像是一个买断的主机游戏，放在电脑里时不时的拿出来玩一下。那么基于上面的分析，我觉得绝区零很可能拿的是星铁的剧本，经验的上线之后呢，就看能抓住多少核心用户了。另外，原神和星铁都是有主线剧情的，绝区零的单元剧感受更强，至少二测的时候我体验下来觉得整个故事确实是比较散的，所以运营方式有没有可能会和他的2个姐姐不同呢？最后我其实个人比较期待的是，米哈游有没有可能在下一款游戏上做一些突破，对养成还有玩法做一次比较大胆的革新。毕竟核心玩法其实这几个游戏变化都不大，同质化的感受呢，在玩家的心里也是逐渐加深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做一款买断的小成本的小体量的单机游戏，更新呢也不需要那么勤快，就慢慢打磨，偶尔发布一下 DLC 呢？好的，那么关于绝区零二测的体验分享呢，到这里就完结了。希望通过这些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帮助吧。